男人只是多看了這棵古樹一眼，就將其爆改成奇幻的樹屋之家。內部空間不僅十分開闊，外部的造型也是相當獨特。小日子過得簡直不要太快樂。這是熱愛露營的大壯，無意間發現這棵奇特的古樹，於是便決定在此安家落戶。天然裂開的樹幹便是渾然天成的牆壁，左右已然成型。現在只需劃定前後的範圍，便可利用周邊的巨石開始築基。好在大壯身強力壯，搬石砌基毫不費力，然後再往內部填充泥沙，原地踏步夯實，就得到了堅固平坦的地基。緊接着就可以開始搭建牆體。由於附近石材充足，大壯就地取材，選用平整石塊層層堆砌，往泥土中加入生命之源，充分攪拌均匀，就得到了野生混凝土。涂抹在石塊上方，能讓石塊緊緊相依，層層垒高而不侵。同時還特地預留出了壁爐的區域。大壯一邊垒砌石牆，還要一邊甩上泥巴，讓石縫間泥漿飽滿，不留空隙。待石牆砌至齊胸的高度，大壯才開始修砌壁爐，同樣是利用混凝土和石塊壘砌，並細緻打磨出煙道，確保排煙的順暢。隨着後牆的搭建完成，大壯開始搭建前面的牆體。他收集了一些躺平的樹胸，裁切成合適的高度之後，直接支棱起來作為前面的牆體。看似只是隨意的排列，實則卻非常的堅固。為了能在睡覺時隔絕潮氣，只見大壯拿來幾根削尖的木棍，直接深深地插入地球作為床，架上对半劈開的原木作為牢固的床架，最後再將木棍均匀鋪在床架之上，一張結實的木床便悄然成型。接下來就到了搭建屋頂的環節。大壯首先在前後的牆體架上原木作為橫梁，接着拿來一根長直的樹幹橫跨在兩側牆體上，就得到了堅實的屋脊。完事後便可以拿來樹枝綁上去，從而構建出屋頂的骨架。別看樹屋精緻小巧，大壯搭建的卻是頂配雙坡式的屋頂，如此一來雨水可順勢滑落。隨着屋頂框架的完成，就可以拿來防水布給鋪設上去。為了增加樹屋的保溫性，大壯又到附近薅了一大堆的苔蘚，將它們直接鋪在防水布上，形成天然的隔熱層。這麼好的手藝肯定能找個好工作，找工作交給58同城就成，效率超高，還能租房賣房找生活服務。牆體的縫隙也同樣利用這大自然的饋贈進行填充，不僅能防風保暖，還讓整個樹屋與自然融為一體。接着大壯找來幾根樹枝，根據门洞的大小精心編織了一扇門板，安裝上去之後，繼續用苔蘚封堵門板的縫隙。現在庇護所的搭建就基本完成了，接下來就到了喜聞樂見的乾飯時間。大壯首先將壁爐點燃，然後在附近採摘了一些野果，放到水壺內先煮上一壺野果茶。接着拿出2斤半的牛肉，把炭火攤開之後，直接就將牛肉丟在火上炙烤。牛肉在炭火上滋滋作響，待到表層微微焦黃，香氣四溢時，大壯迅速地將牛肉切片，然後繼續放到平底鍋上煎。牛肉在鍋中發出悅耳的滋滋聲，最後搭配上青黃椒塞入麵包中，咬上一口，外焦裡嫩，肉汁四溢，夾雜着青黃椒的清甜與炭火的香氣，瞬間在口中迸發，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。吃飽之後再來上一杯野果茶，酸甜微澀的滋味在舌尖蕩漾，充實且忙碌的一天便悄然落幕。晚安，馬卡巴卡。